2個星期前，一個客戶換掉了我們5個人做了1個月，接手我們那個團隊，聽說是2-3個人，幾天就搞定了，而且顧客非常滿意。那天我沒有不服氣，我只是問自己一個問題：他們到底做對了什麼？大家好，我是東門 Eastgate， 做了20多年 Java Backend 系統，現在用 AI 重構自己的產品、內容和第二人生。先說清楚一件事，我講的不是 White Coding， 也不是隨便 prompt 一下做一個玩具，我做的是系統 production 每天都在跑的 Backend。AI 寫代碼對我來說不是個玩具，是每天吃飯用的工具。所以輸掉這次項目，我沒辦法用 AI 還不行來安慰自己。這一集的代價是一個真實的項目，加上我2個星期的反省。我反省出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老闆一句話，他說我們開發慢，是因為我們太保守了。我們一直把 AI 當作是助手，不是員工。這2個差在哪裡呢？當助手是我想，我決定 ，AI 幫我執行，幫我做一些小活，寫一個 SQL， 寫一個 API， 寫一個 test。人還是主力 ，AI 只是工具。當 AI 成為員工的時候，我會給他目標，給他規矩，給他邊界，讓他自己把事情搞定。你想想一個真實的公司，一個新來的員工第一天上班，你不會丟一句話，你去寫代碼，然後你就走開。你會給他一套規矩和流程，比如 Coding Standard、Git Flow、Code Review、Testing 等等。為什麼？因為員工會犯錯 ，AI 也是會犯錯。所以你把 AI 當成員工的時候，你就是他的 Team Lead 或者是 Senior。為什麼2-3個人可以打贏一個5個人的團隊？我以為是 AI 比較聰明。錯，他們贏不是 AI 比較聰明，是因為他們帶 AI 帶得比我們更加好。就好像帶人一樣，需求講得清楚，做完的標準定得清楚， Code 有人 review，AI 照着跑，就交付了。所以問題根本不在 AI， 我要把鏡子轉向我自己。後來我想通了一件事，當一個做系統的人說 AI 做不到的時候，10次有9次問題不是在 AI， 是下面這幾條其中一條中了。第一，你講不清楚需求，你連一個 Junior 都交代不了， AI 當然做不出你要的東西。第二，你沒有做完的定義 definition of done。 什麼叫做完？測試要不要過？ Edge case 要不要顧？自己有沒有想清楚？甚至有時連你自己都不知道，那誰也交不了貨。第三，你不會 review 他的 code， 他寫出來的代碼你看不出對還是不對，那不是 AI 的問題，那是你 review 不了。第四，你猜不出小任務，一個大的需求你切不出一塊一塊，這就說明你根本沒有真正的搞懂這個需求或者這個項目。甚至很多人最愛抱怨的那句話， AI 跟不了我的 code style， 跟不了我的 pattern， 這根本不算是問題，你給他規矩叫他改就可以了。這就是我上一集說的 skill。 我先把自己照進這面鏡子，我們那個項目，我們的团隊，這幾條我們都中了，這個我老實的承認。在此我也講清楚， AI 不是萬能的，真的有它做不到的地方，比如特別大的 code base， 要拍板的框架決定，但大部分人嘴裡面的 AI 做不到，根本不是這些，是上面那4條。2026年的 AI 已經強到它做得到或者做不到，大多數不取決於它，而是取決於你。講清楚需求，定了標準，看得懂代碼，拆得開任務，這幾樣正好是 AI 搶不到的技能。這不是White Coding把門檻降低了，
而是把門檻換了位置，從會打字換到會帶。大部分人還在怪 AI， 真正做系統的人開始照鏡子了。這個頻道如果這一集對你有幫助，請訂閱一下。最後留個問題給你，你上次說 AI 做不到，是真的它做不到，還是你沒有講清楚？留言給我知道。好的，我們下一集見，拜拜。